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面对这样的疫情，除了自己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然后保持卫生的距离，那其实还有很多传统的中华美德也是或许会有用的。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6月8号。我们看到新闻说，新加坡这2天新冠疫情的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昨天2位部长黄循财和王以康都一起去了义顺的一个民众中心，关于 COVID-19 疫苗的接种问题，他们也是发表了看法，而且接下来还会给每个家庭再给多10个测试剂。然后现在看来 COVID-19 确实这2天是有一点多。我们注意到从6月21号到现在的数据，新加坡每天的感染人数都在4000人以上，那这个数据其实蛮多的，其中有一天还过了6000人。另外一边的消息是在海那边的上海，前2天宣布新冠清零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清零肯定是笑话，因为其实新冠的病毒是不可能被清除的，可以被降低的只是这个感染的 CT 值。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带有一些病毒，只是说在这个 CT 值以下你就是健康的，然后如果是 CT 值超过了一定的阈值，以前是40，后来有35或者34等等的说法，那这个在我们早期的影片里都已经有提到，达到这个阈值你才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可能清零。那么2位部长也讲说，新加坡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暂时还不需要采取更严密的措施，尤其是因为这样的疫苗不是那种特别致死，但大家还是要充分的重视和尊重。那我们频道是一个宣传和弘扬中华传统智慧的节目。我们知道常规来说，差不多每年是冬天的时候感染瘟疫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但现在的病毒很可怕，正好是马上到了3伏天，但还是会有很多人感染瘟疫。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面对这样的疫情，除了自己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然后保持卫生的距离，那其实还有很多传统的中华美德也是或许会有用的。第一就是吃好喝好，或者叫吃喝好，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药补不如食补，吃也是很重要。孔子就是一位很擅长吃的人，他说食不厌精，诲不厌细。那么只有吃得更丰富，吃得更健康，吃得更符合时令，才会比较好。那中国人的传统一直有冬病夏治的说法。我们知道在夏天，尤其是最近即将到来的3伏天，实际上身上会特别热、特别汗，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用热的东西，是可以驱赶走体内的寒气、湿气、毒气等等这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特别不要去吃冰。虽然很多朋友讲吃冰很好，甚至于李光耀先总理一直讲说空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建议各位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选择在那些没有空调的 Hawk Center 吃饭，虽然会不停的出汗，这支影片录到现在我已经擦2次汗了，但是出一点汗其实是蛮好，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在家都一直在空调的房间，被空调闷在那里不出汗，对身体的平衡反而是不好。那第2个是要讲休息好，早睡早起。以前我经常熬夜，尤其是开始做节目，经常剪片子，一剪都到凌晨1、2点。后来我频道有一位好朋友、热心的观众冯大姐，她就提醒我说：“你不可以每天那么晚上传影片，不可以睡那么晚。”后来我逐渐就在改。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冯大姐提醒我晚上早一点睡。那还有一位朋友 Alan， 他从新加坡去中国，在中国做生意免不得就是觥筹交错，喝酒或者怎么样，所以身体就有一点点不好。那当他回新加坡，现在开始注重养生，他就提醒我每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哎呀，我说我起不来怎么办？他说你一定要早起。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会很准确的得知第一手的新加坡感染新冠人群的数据？就是 Alan 每天差不多4、5点钟就起床。然后他就不是发早上好，而是把这个感染数据发给我，提醒我要注意健康。这样一来二去，我虽然到不了他4、5点就起床，但是我也差不多可以能够在6点多钟就起床。那我想这样也是非常好了。所以早睡早起，
那我现在是差不多6点半左右起床，然后晚上11点半就一定要去睡觉了。我想镜头前的你现在是几点钟睡，几点钟起来？所以第二个要做好就是早睡早起。那第三个就是适当运动，不管你是做游泳、GM、跑步或者踩脚车，那有一些运动都是好。西方人讲运动更大程度上是练肌肉、练血液的循环。那在东方的传统智慧中，更多说是练气，当然也有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说法。还有很多东方传统智慧推崇站桩或者打太极拳。我想，无论是哪一种运动方式，动总比不动好。当然，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注意保护，注意不要受伤。所以，虽然现在新加坡已经非常安定和祥和，但是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生活在新加坡、美国或者中国墙内，我们不要相信新冠清零，但我们也不要恐惧，恰当的做好自己该做的这些。除了保护，那就是吃好、睡好、动好，或者讲吃喝好、休息好、运动好。总而言之，新体之道是一个关注中华传统智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频道。徐文斌、倪海厦两位中医大家所讲的中华的传统的养生方法，还是西方的现代科学。那健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那保护好自己，才可以更好的保护好家人。这里是新体之道，我们与您一起闻道，谢谢，再见。